俄罗斯专家再次鼓吹俄军防空系统，声称该款武器成功拦截乌军制导炮弹。那么，这款防空神器究竟是何方神圣？俄军是否掌握了反制乌军炮火洗礼的方法？2023年3月15日，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援引俄罗斯军事专家维克多·穆拉霍夫斯基的表述，该名专家声称，在3月份的军事行动中，俄军使用托尔 M2DT 防空系统，成功在空中击落了美制 M982神剑制导炮弹。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军在乌东地区作战的防空优势，就是军方使用防空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在空中成功摧毁美制高精度制导炮弹。这个成功案例来源于俄军成功摧毁了乌军的美制 M777 榴弹炮发射的 M982神剑制导炮弹。其实这不是俄方第一次吹嘘神剑制导炮弹被拦截了。早在2022年12月初，俄罗斯国防部的新闻稿就称，在乌克兰苏梅州米罗皮尔利亚地区的某个特定区域，一枚155毫米神剑制导炮弹被俄军准确拦截掉了。当时俄方声称俄军使用的是 BUK 山毛榉防空系统，然而偶尔一次的成功拦截似乎并不能掩盖山毛榉那糟糕的战绩。乌军无论是利用无人机还是火炮，都摧毁了大量的山毛榉。根据 ORYX 网站的统计，截止到2023年4月，已经累计有22套山毛榉防空系统被摧毁，另有4套被乌军缴获。难道如今眼看山毛榉吹不动了，又换另一款武器吹了？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军事专家到底是什么来头。维克多·穆拉霍夫斯基是俄罗斯《祖国军火库》杂志主编，这位主编此前还吹嘘过另一款俄军神器，那就是 BMPT 坦克支援战车，人送外号终结者。该型战车使用 T90 坦克的底盘，车身还能额外安装化石爆反装甲，足以抵御120毫米 DM33穿甲弹的多次打击。主武器是炮塔中央并列安装的2门30毫米 2A42 型火炮，在炮塔两侧各有2具 9M120 反坦克导弹发射筒。在他的口中， BMPT 终结者无论是从防护能力还是火力方面看，都堪称完美。那么我们来看看实际表现如何呢？在俄乌战争中，俄军在马里乌波尔以及顿巴斯地区的城市巷战中出动了 BMPT。2022年5月18日，在卢甘斯克地区的战斗中，就有10辆 BMPT 伴随数辆 T72开赴战场。然而，这些战车的后续活动鲜有报道。尽管双方战报中都均未出现 BMPT 的损毁信息，但其实际表现在网上已经被扒了个底儿掉。根据 ORYX 网站的数据显示，在卢甘斯克地区的战斗中 ，BMPT 有1辆被炮火摧毁，另外2辆严重受伤。因此，俄军将其从前线撤出，以避免更一步的损失。而据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俄陆军高官反馈表示 ，BMPT 的表现糟糕，毫无用处，只是乌克兰火炮的活靶子。而被问及为何这么一款抗乌大杀器却在战场上表现一言难尽时，穆拉霍夫斯基表示，主要原因是没有配备大口径武器。从这番言论中就能看出这位专家的水平如何了。那么他口中的这款防空神器又是什么来头呢？其在文章中的型号为托尔 M2DT， 这个型号特殊的玩意儿为什么看起来有点眼熟？然而，当火力军翻阅资料后发现，这就是道尔防空系统的北极专供版。道尔防空系统想必各位都很熟悉，火力军在此前的节目中就介绍过。自从黑海舰队的莫斯科号被海王星导弹击沉后，俄军就患上了乌军偷袭恐惧症。海军舰队直接将道尔防空系统用铁链固定在了护卫舰的飞行甲板上，这样的操作简直丢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脸。当时被爆出的这么改装的是俄军22160型护卫舰，该舰设计之初就没有配备防空导弹，防空只能靠水兵携带单兵防空导弹。这样的设计主要是因为该型护卫舰并不考虑独自迎击对方航空兵，而是在己方的防空网下发挥作用。可是实战证明，黑海舰队的防空能力实在无法满足要求，但把陆军防空导弹绑到军舰上去提供防空能力，不能说是毫无用处，简直就是错的离谱。类似于道尔防空导弹车这样的型号，虽然被称作伴随防空系统，但总的来说，这种型号是要停车才能够发射。
因为只有停下来，雷达才能准确测定自己的坐标，导弹发射管才能准确测定自己的高低角和方位角，一边开一边打，车辆震动和摇晃带来的误差能让雷达搜索、照射以及发射管定向之类的工作完全失效，所以几乎看不到陆军防空车辆一边开一边打。但是战舰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稳定的平台，海水的波动和战舰本身的运动会让发射平台随时处在动态之下。为了能够让舰载武器可以准确发射，就必须在船上设置一套非常复杂的惯性测量设备。要是把陆军的武器系统移植到舰船上，就要和船载惯性设备进行集成，然后修改火控软件才能与之相匹配。直接放置在船上的实际使用起来并不会有什么效果。就在随后的5月17日，乌军就使用鱼叉导弹击沉了一艘这么改装的俄军舰船，价值2500万美元的道尔防空系统随船一起葬身在了黑海海底。那么俄军这款道尔 M2DT 相比于常规的道尔防空系统有何区别呢？其最主要的区别就是采用了新型 DT30PMT1 铰链式全地形履带运输车作为牵引车，主要为了克服北极地区的冰原、泥泞地形而专门研制。车体还具备较好的防寒保暖设施，能够在零下30度的环境下作战，因此又称为北极专供版道尔。该款系统仅配置于俄北方舰队下属的第80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按理说，这种专门的北极作战装备是不大会进入乌克兰作战的，但在去年12月份被发现这种防空系统被涂上了 V 字，这意味着其进入了乌克兰战场，大概率是因为其配备的底盘可在乌克兰冬季条件的泥泞和雪地上轻松行驶，比普通版道尔防空系统的履带底盘适应性更强。除此之外，对防空性能影响最大的导弹和雷达系统相比于常规版道尔则是一点都没变。车体后面拖拽的导弹舱备弹16发，射程12公里，射高10公里。导弹装填方式还是单发装填，补给耗时较长。集成的相控阵雷达系统反应时间5至10秒，准备射击需要3分钟。那么常规版道尔系统在战场上表现如何呢？不能说是一无是处吧，但基本上也和山毛榉防空系统差不多。前面提到了俄军将道尔绑到军舰上，依旧改变不了被击沉的命运。陆地上的道尔防空系统表现同样好不到哪儿去。根据 ORYX 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俄军已有33套道尔防空系统被摧毁，而北极版既然就是换个皮，那么其真有吹嘘的那么神吗？当然不是了。在被摧毁的33套中，就包含2套北极专供版托尔 M2DT， 并且这2套正是被俄军宣传的神剑制导炮弹摧毁的，一套是在今年2月1日，另一套则是在2月4日。2月1日那次发生在赫尔松州，是乌克兰第406独立炮兵旅在无人机引领下发射神剑制导炮弹，将暴露在空旷地带的托尔 M2DT 牵引车摧毁。那么为何这次俄罗斯方面又宣称道尔防空导弹能拦截神剑制导炮弹呢？主要还是因为战果过于稀少，好不容易出现一次从单方面挨打到主动出手防住了，自然要大肆宣扬一番。可问题是，少数的拦截案例能否扭转整体颓势呢？当然是不可能的。在拦截制导和非制导炮弹方面，不光是俄罗斯一直没有太好的办法，现如今全世界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拦截火炮发射的小尺寸高速目标一直都是难度非常大的技术问题，尤其是155毫米炮弹的长度都没有1米长，而且现代火炮系统很少采用高弹道轨迹发射，都是使用低弹道轨迹发射，这就让炮弹轨迹监测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屡屡传出俄军装甲车辆被准确制导的炮兵炮火摧毁的视频，神剑制导炮弹更是难以拦截。该款炮弹使用北约通用的155毫米口径，因此理论上从任何一门符合北约口径标准的火炮，例如乌军手中的美制 M777、德制 PZH2000、法国凯撒火炮都可以发射，其命中原概率误差小到不足2米。
可以做到无需修正就能在任意射程内首炮准确命中的水平。虽然神剑炮弹的价格看上去贵得夸张，单发成本达到了6到8万美金，但由于1枚就解决问题，所以从时间上和炮弹使用量上来看都明显减少，所带来的后勤的压力也大幅减少。一般而言，1枚神剑炮弹带来的作战效果，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需要10枚常规炮弹才能替代。而俄军之所以能够偶尔拦截住神剑制导炮弹，更多是撞大运般的偶然因素。现在俄军采用预设阵地的方法，在神剑炮弹必经的路线上进行拦截，在制导炮弹命中目标之前进入某一区域的时候，才会被防空系统拦截住。这种战术类似于当年南斯拉夫联盟击落 F-117的方法，事先知道了大体飞行路线，并在必经之路上提前设置埋伏，这才有了来之不易的战果。这种打法明显就不适合激烈的大规模战争，尤其是俄罗斯这样体量的国家，沦落到和小国一样，只能凭借搞偷袭才能吹嘘一番。这样的战果恐怕只有俄罗斯才能厚着脸皮说出口了。况且，如果探测炮弹弹道的精确性和实时性已经达到引导拦截炮弹的水平，那么直接选择干掉那门炮车，或许才是个更好的手段。用1枚或多枚成本高昂的地对空导弹来拦截一发成本仅6到8万美金的炮弹，怎么算都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所以火力军建议，如果俄军真想花心思对付乌军的火炮洗礼的话，不用劳心费神拦截炮弹了，直接把怕被挨炸的物资车辆后撤到乌军的火炮范围外就行了。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按照现在这种打法，俄罗斯方面还能嘴硬多久呢？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